昌平君在找寻何物？楚运军粮的书简。昌平君不必再找了，在下知道书简的去向。在哪儿？给我！延误军粮书运乃是重罪，二位岂可儿戏？拿来！李信、蒙恬率军攻楚，昌平君就不怜悯楚人吗？复楚无道，大王发兵征讨，不是正合楚人心意吗？给我！秦王既已搁置分封之意，我等为昌平君效力，已徒劳无益。谁说的？时至今日，昌平君还要欺瞒我等吗？出什么事了？何处起火？继续军粮仓里。昌平君不必惊慌2万担军粮焚毁，其何足当诛？让开！昌平君，何必做徒劳之举？昌平君，昌平君，华阳太后已崩，芈姓在秦国根基已失，还请昌平君归附我楚国本宗。胡说！秦法严苛，当年秦惠文王为太子时触犯秦法，功勋累累的太子父也是难逃一刑。此事非同小可，我想昌平君比在下更为清楚。昌平君，当断则断。廷尉大人到。大王，叫。陈颖输往李信大军的粮草有短缺，臣去一趟陈颖。不去。你速命李信和蒙恬合兵一处，拿下城府。诺。怎么，昌平君有心事？公子，昌平君抓获秦王信使1名。昌平君现在已经归楚，秦王尚且蒙在鼓里，还为秦军督促粮草。相主国，果真能击败李信和蒙恬吗？请昌平君放心，诸国的30万大军已接近城父，再加上这城下的10万士卒，定能阻挡秦军虎狼之势。到时候，秦军的粮草被大火烧为灰烬，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他李信、蒙恬，即便有天神之助，怕是也难逃此之绝境。昌平君是在为秦人哀叹。我担忧咸阳密行。大丈夫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，岂能戚戚于枝节？昌平君现在是跟秦王这样的天下雄主一较高下。若想要战胜他，就必先于他更加果决。
我军连攻旬日，城府守军看似精疲力竭，可是到了紧要关头，总能遏制我军攻上城头啊！主人为何还能坚持？城父囤积了楚国过半的粮草，有重兵驻守，本就不易攻占。但目下，楚军已是强弩之末，明日我大军倾巢而出，必克城父。报！兵将军，楚将项燕率30万楚军进驻城父。项燕从何处来？我军所议。去看看。我军后侧似乎也有楚军。速派斥候查探。斥候查探我军后侧。报！报！兵将军，10万楚军从陈营方向而来，截断我军后路。陈营方向怎会有楚军出现？昌平军安在？楚军遮天蔽日而来，消息断绝。再探。诺。我军已被楚人成倍之兵围困，明日将是一场血战。号令将士们，固守营寨，伺机突围。诺。接下来，我军攻守转换，绝不能落了阵脚。我大军分为20队。每队1万锐士，逐节抵御楚军攻击。待楚军疲惫，我大军全军西进，一举突破楚军包围。诺。成绩永息，右以武，中刚强兮，不可凌；身既死兮，神以灵；子魂魄兮，为鬼雄。我大楚报仇的时机到了！天佑大楚，歼灭秦人！天佑大楚，歼灭秦人！每2万人一队，轮番突击，突破秦军军营，擒敌于城父。进军！将军，5名校尉阵亡，10万士卒殒命。非之战以来，秦人从未遭此重创。将士们视死如归，可楚人也拼上了性命啊！我等与楚人同归于尽。仗打到这个地步，已无战法可言。拼的就是人头性命，但楚军一线颓势，我军只要抵住楚军此次进攻，全军突围。诺。将军，该我等临阵了，营在人在，营失人亡。保重。诺。我大军进抵城府之后，只收到1份战报，有点蹊跷。李信和蒙恬协作，料想不会有半点差池。再说，项燕大军远在项城，即便他们赶回城府，我大军也足以与之周旋。
大王，楚军从陈营方向偷袭，截断我大军后路。李信、蒙恬将军仓促应战，我大军20万几乎全军尽没。那长平君呢？明喜背叛大秦，并将陈颖献与项燕。